男人因為買不起房，便來到山林湖邊自己建造夢想家園。木屋面積雖小，但功能卻相當齊全，不僅有溫暖的壁爐、寬敞的落地窗，還有柔軟的大床、舒適的沙發和高清投影儀。閒暇時可以划船到湖中釣魚，晚上可以坐在壁爐旁看電影。羨慕的我後槽牙都咬碎了2根。德魯從小就痴迷於大自然的一草一木，他的目標就是要找一塊離市區不遠、風景絕佳的荒野地塊，打造屬於自己的世外桃源。經過數月的尋覓，他終於在郊外買下了40英畝未被開發的土地。這裡距離多倫多也就2-3個小時的車程，周末往返也十分便利。一開始他也看了不少湖邊地塊，但動輒上百萬的地價讓他望而卻步。而這片帶海麗池塘的土地，不僅價格親民，還自帶獨一無二的自然景觀，性價比直接拉滿。剛簽下土地合同，德魯就帶着家人迫不及待扎了過來，一整個夏天都在這片土地上露營垂釣。一方面是享受難得的荒野時光，更重要的是摸清這片土地的脾氣，哪裡地勢高不易積水，哪裡土層厚適合打地基，甚至風向、日照角度都摸得一清二楚，為後續建房做足了準備。之前的土地主在湖邊建造了一間小木屋，經過幾十年的風吹日曬，早已破敗不堪。配套的旱廁更是慘不忍睹，德魯沒有絲毫猶豫，直接將舊木屋徹底拆除。拆完後的建築垃圾處理成了第一個難題，這裡一車垃圾就要收450美刀的處理費。德魯覺得這筆費用簡直如同搶劫，索性決定直接一把火給燒掉。然而沒想到的是，火勢過猛，濃煙滾滾直衝天際，附近居民以為失火，直接報了火警。好在並沒有被罰款，最終德魯還是花了幾百的垃圾處理費。雖然鬧了個小烏龍，但這場大火還是幫他們省了75%的處理成本。秋季的山林層林盡染，德魯在湖邊清理出了一片空地。考慮到冬天即將到來，他並未急着開工搭建，而是利用這段時間精心設計房屋的每一個細節。隨着新一年春季的到來，德魯開着房車重回工地，建造工作正式開啟。首先就是地基的澆築，德魯先用方木搭建出正方形底座框架，並在地面標出基坑位置。由於土層下方很快便遇到了坚硬的岩石層，德魯決定採用獨立式混凝土地基。他先用冲击鑽在岩石上打孔，植入鋼筋後放入直筒模具，便可以開始澆築混凝土。為了方便將方木精準固定在地基上，每個混凝土基座頂部都預埋了不鏽鋼支架。待混凝土完全固化後，德魯開始在上面安裝方木立柱，而後用激光水平儀精準找平，先在方木上畫出切割線，再把經過裁切之後的方木重新安裝，確保每個立柱的高度保持一致。嚴謹的德魯還要用水平尺複合每一根立柱的平整度，確保誤差不超過2毫米。看到這麼小的地基，可能你會在想，為啥德魯不造個大一點的房子？因為當地規定，超過一定面積的房屋必須辦理建築許可證，不僅要花數萬美元，還要等幾個月甚至半年的審批時間。而且建造一間中等規模的房子，材料費、人工費加起來至少要40萬加元，遠超德魯的預算。所以他果斷選擇造小面積的離網小屋，既不用辦許可證，又能節省成本，性價比最高。隨着地基框架的搭建完成，德魯繼續拿來方木在上面鋪設地板拖梁，拖梁間距嚴格遵循40厘米標準。為了防止台風天氣把房子掀飛，德魯還要在龍骨和地基框架連接處額外增加了很多的斜撐加固，並用腳馬將每根拖梁牢牢鎖定在地基上。在開始鋪設隔熱材料之前，首先要在每個單元格噴上泡沫膠密封縫隙，隨後嵌入2層泡沫絕緣材料，厚度經過精準計算，正好與地板框架保持齊平。完事後便可以拿來胶合板对底座進行密封。在固定木板時，德魯特地在框架上擠上一層膠水，再擰上足夠多的螺絲，確保每一塊膠合板都與框架牢固結合。儘管木屋的面積並不大，但德魯還是蹲了半個多小時才打完螺絲。
現在木屋的底座終於搭建完成了。初夏的荒野草木非常茂盛，溫度也剛好適合戶外施工。德魯搬來方木開始搭建牆體，他先在底座上拼接好牆體框架，每一根方木都按照图紙精準裁切，因此組裝的過程極為順利，就如同拼接大型積木一般。不过僅靠一個人難以將沉重的牆體框架樹立起來，為此德魯只好找來好兄弟幫忙。在安裝之前，首先在地板上塗抹發泡膠作為密封層，接着兩人合力將牆體框架緩緩抬起，先用臨時支撐固定，調整好垂直度後，再用螺栓把牆體底梁與地板牢牢鎖緊。為了能毫無遮擋地欣賞到山間美景，德魯不僅預留了許多的窗戶，還設計了一個巨大的門洞。隨着牆體框架固定完成，德魯開始搭建山牆和老虎窗。山牆的角度經過精確計算，確保後續鋪設屋頂時坡度合適。老虎窗則可以增加閣樓的採光與通風，既不影響屋頂結構，還能提升顏值和空間利用率。完事後就可以拿來膠合板密封牆體。待所有木板安裝完畢，再用修邊機掏出窗框，遠遠看去已經有了小屋的模樣。為了確保屋頂結構穩固，德魯將兩塊木板拼接起來組成屋脊，然後通過腳碼將船子固定在屋脊兩側，確保每一根都保持相同的間距和傾斜角度。為了提高工作效率，德魯先做好第一塊船子，然後把它當作模具批量複製其餘船子。为了使小屋的造型更加優美，德魯特地在前面做出錐形的尖頂。雖然這會讓施工變得更加複雜，但好在他的木工技藝足夠扎實，完事後便可拿來膠合板對屋頂進行密封。現在小屋的輪廓已清晰可見，由於是純木的結構，防水防潮顯得尤為關鍵。德魯首先拿來防水布將外牆整體包裹。屋頂的防水層採用高強度瀝青卷材，撕開背面的保護膜後，便可將其緊密貼合在膠合板上。由於房子的面積較小，為了能在居住時更加舒適，德魯可謂是絞盡腦汁。最終他決定安裝這種可完全開啟的折疊推拉門，不僅可以使空間看起來更加寬敞，還能與室外的自然環境無縫銜接。清晨推開大門便能感受山風拂面。接下來德魯還要在門前搭建一個露台，用來平時休閒觀景欣賞日落。由於前面就是大片的岩石層，可以直接把方木搭建在上面，省去了打地基的麻煩。為了更加的貼合，木板還要經過精確切割以適應岩石的起伏。露台的地板選用的是雪松木板，這種木板自帶天然香氣，還能防腐防蟲。鋪設時，德魯使用特制的打螺絲工具，確保了木板之間的間隙均勻一致，還能使每顆螺絲都完美隱藏。露台的邊緣是凸起的岩石，德魯順勢將雪松木板沿着岩壁邊緣收口，讓露台與自然岩體融為一體，形成獨特的視覺美感。在搭建之餘，德魯偶爾也會到湖上划船放鬆片刻。接下來小屋的裝修工作正式開啟，首先就是要先用雪松木板給屋頂邊緣釘上包邊，接着繼續用木板密封屋頂底部。由於這種木板自帶氣口，安裝起來非常簡便，只需將木板依次卡緊，再用釘槍固定即可。為了使小屋更具氛圍感，屋檐下還要安裝上射燈和排氣孔。玻璃窗是定制的成品，安裝時只需將其嵌入窗框內，再用釘子從外側固定即可。得益於女友的全程輔助，安裝玻璃窗的工作僅用1天便順利完成。為了使露台的顏色與木屋的風格相匹配，德魯還要給它塗上一層深色的防腐漆。夏季的高溫使得油漆乾燥得更快，漆面在午後陽光下泛着微光，露台與屋頂包邊的顏色基本一致，
這效果讓德魯感到非常的滿意。考慮到落葉會堆積在屋頂，為了方便清理，德魯選擇在屋頂安裝彩鋼瓦，不僅耐用且易於維護，安裝起來也非常簡單，只需將彩鋼瓦逐塊搭接，並用專用螺絲固定在屋頂上即可。接下來，德魯開始給外牆做裝飾。他首先將方木給刷成黑色油漆，然後用來給窗框和門框制作包邊。前面的牆體他要貼上石材裝飾，為了能讓砂漿附着在牆面上，首先要釘上一層特殊的网格材料作為基底，接着便可以在網格材料上塗抹砂漿。由於後續還要粘貼石材，因此表面並不需要抹得過於平整。在砂漿未完全固化前，還要用鐵釘在上面劃出粗糙紋理，這樣能增強石材與牆面的咬合力。這些粘貼的石材看似隨意堆疊，實則經過精心排列，每一塊石頭的走向都順應着牆體的結構，並且轉角處的石材還經過特別切割，確保銜接自然且緊密貼合。待粘貼牢固之後，再用砂漿填補石材之間的縫隙，使整體更加穩固且富有層次感。秋天的氣息開始在林間顯現。接下來，德魯要用雪松木瓦為老虎窗安裝壁板。在開始安裝之前，需要先給它們都刷上一層棕色的油漆，才能與木屋整體色調和諧統一。完事後就可以直接用釘槍將雪松木瓦固定在外牆上，每一片木瓦之間都預留出一些縫隙，以便有適當的空氣流通和排水。為了隱藏木片之間的間隙，外面還要再交錯釘上一層木瓦。從這些細節可以看出德魯對居住品質的極致追求。雙層木瓦交錯疊加，不僅強化了防水性能，更讓外牆呈現出自然錯落的視覺層次感。在開始密封側面的外牆之前，德魯拿來雪松方木釘在窗戶下方作為窗台，使木屋的外觀增加了立體感。接着就可以拿來壁板開始安裝。由於這些材料都自帶卡槽，只需對其依次拼接即可。壁板在安裝時還預留了一些可活動的空間，確保木材因溫差變化膨脹收縮時不會開裂變形。這種細節的拿捏貫穿德魯整個建造過程。從建造到完成外牆裝飾，德魯一共花費了35000加元，約人民幣17.6萬。為了能在下雪之前入住新家，接下來德魯立即投身到室內的裝修工作中。首先就是要先將電線布局完成。由於他已經提前設計好了線路的走勢，只需按照圖紙把線盒給安裝到位，然後再將電線穿孔埋入牆內。由於這裡並沒有電網接入，為了方便日後用電，德魯特地在外牆上安裝了2個電源接口，一個連接太陽能儲能系統，另一個備用接口可接發電機。牆體的保溫採用高密度發泡泡沫噴注牆體，在施工時需穿戴防護服，即便酷熱難耐汗水浸透全身，德魯仍堅持將每一處縫隙都均勻噴塗。待泡沫完全發泡並固化後，再用切割工具將表面修整平整。時間很快來到10月，秋天的氣息開始愈發濃厚。德魯開始用白橡木板密封室內屋頂與牆體，在安裝的過程中還要提前預留好燈孔。在密封牆體的過程中，順勢把閣樓的框架搭建起來，用同樣材質的木板延續整體風格。由於在密封屋頂時連接處存在間隙，德魯繼續拿來方木條進行密封，確保接縫處嚴絲合縫，順勢制作出窗框的包邊。如此一來，室內的立體輪廓更加清晰，視覺層次也更為豐富。最後再給室內的所有項目都刷上一層清漆，清漆滲透進木紋的瞬間，白橡木泛出溫潤的琥珀色光澤。地板採用較為深色的實木複合材質，在專業的工具加持下，安裝過程非常順利，就是比較費腰。
其中有部分牆面計劃貼上石材並安裝壁爐。德魯先用防火水泥板覆蓋牆面，再用耐高溫膠水逐塊粘貼天然石材。雖然每一塊石材都形態各異，但在德魯的巧妙拼接下顯得錯落有致，縫隙間以碎石填充。再用耐火砂漿勾縫，使石材牆面呈現出粗獷而自然的質感，與室內溫暖的木飾面形成鮮明對比。為了提升室內空氣流通，德魯還特地挑選了一款靜音強效的電燈扇。隨着冬季到來，下午5點天色就幾乎完全暗了下來，清晨的湖面也開始結起了薄冰。德魯加快了施工進度，他首先要給閣樓鋪設上地毯。為了確保睡覺時的安全，閣樓外側還要安裝堅固的護欄。由於室內空間比較狹小，為了盡可能的利用每一寸空間，在家具制作方面，德魯可謂是絞盡腦汁。好在他擁有超強的動手能力，可以將腦海中的想法逐一落實。德魯還特地訂購了一款可折疊的沙發，在有客人到訪的時候能展開成一張床，滿足臨時住宿需求。雖然木屋裝不下大電視，但投影儀的幕布一拉，瞬間化作巨幕影院，躺在沙發上就能享受沉浸式觀影體驗。大雪很快就覆蓋了整片森林，為了夜裡不會被凍成冰棍，老演員壁爐也正式登場。雖然之前並沒有預留排煙孔，不過這對於德魯來說簡直小菜一碟。完事後再把排煙管道給梳理好，現在他的湖邊小屋就算大功告成了。這樣精緻的湖景豪宅，你心動了嗎？